从古至今，人类都对永生很感兴趣。一些人用尽各种办法想要延长生命，却无一成功。然而70年前，一群细胞却实现了永生。这些长生不死的细胞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。1951年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诊了一位黑人女性，她叫海瑞塔·拉克斯。经过医生会诊，年仅30岁的拉克斯患上了宫颈癌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。这个时候，人们对于癌症的研究还处于不熟悉的阶段，因此医生在拉克斯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从他身体里切取了一小部分癌细胞，以观察到它们究竟是何种结构。然而，一位医生却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。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人们知道癌细胞会分裂，但一直不知道它分裂是否有尽头。于是这位医生便将拉克斯的癌细胞进行培养，观察它的分裂和增殖，统计它一共会分裂多少次。不过很可惜，就在确诊宫颈癌后不久，拉克斯便离开了人世。这时候他并不知道，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癌细胞还存在于这家医院的研究所内。拉克斯的癌细胞被科学家们放入了一种培养皿中，为其提供无限的营养，然后观测它的分裂极限是多少。因为癌细胞的前身就是人体内的正常细胞，受到人类染色体端粒的影响，正常细胞一生的分裂次数大约在56次。当端粒的长度小于一定值的时候，分裂将停止，人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。科学家们认为，癌变的细胞应该也具有端粒，分裂次数应该有限才对。然而，拉克斯的癌细胞却告诉这些科学家，分裂停止是不可能的，它进行的是无限的分裂。从1951年开始，拉克斯的癌细胞便开始一直分裂。到了2019年，这些癌细胞分裂所获得的能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吨，并且还没有停止的迹象。这些癌细胞分布直接各地被用于进行医学研究。为了纪念海瑞塔·拉克斯提供了癌细胞样本，科学家们将其命名为海拉细胞。海拉细胞的无限分裂颠覆了人类之前对于细胞的一切想象。自从海拉细胞诞生之后，世界上每一次与癌症相关的研究中都有它的身影出现。前面提到过，癌细胞的前身是人类的正常细胞，所以海拉细胞也保留了人体细胞应该有的一切。它不仅在癌症研究上可以发挥重要的效果，在关于人类的细胞研究上也同样功不可没。1953年，研究人员通过一种着色剂，在海拉细胞中发现了唐氏病的遗传信息，为今后治疗唐氏综合症打下了基础。1954年，海拉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，让科学家们找到了细胞克隆的方法，由此建立了一套克隆的理论，为之后克隆羊多粒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支持。1965年，科学家们将海拉细胞与实验小鼠的细胞相容，这是第一次实现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细胞融合。当然，海拉细胞也被 NASA 送上了太空，用于研究辐射对于细胞的影响。不过，海拉细胞贡献最大的是病毒学家们在其中发现的 HPV 病毒，并且验证了该病毒会引起女性宫颈癌，这为日后研制 HPV 疫苗做出了贡献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接种 HPV 疫苗预防宫颈癌。如果没有海拉细胞，这一切研究很有可能会晚来许多年。而且在研究海拉细胞的分裂上，科学家们发现它可以合成端粒酶，端粒酶可以延长端粒的长度，从而增加正常细胞的分裂次数。端粒酶在人出生后便不存在，而海拉细胞却能够不停地产生，使自己永葆青春，无限分裂。这对研究人类永生是非常好的一个样本。可是，贡献巨大的海拉细胞却一直存在着非议，原因就在于1951年获取癌细胞的时候，并没有通知海瑞塔·拉克斯本人。后续的研究中使用了拉克斯的 DNA 信息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告知其家人的基础上进行的。拉克斯去世20多年后，他的家人才知道自己亲人的癌细胞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，在整个世界医学界流传。尽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后面表示非常感谢拉克斯女士，并对其进行了追加荣誉，但是其欺瞒的行为还是被世界舆论所抨击。